艾特大冤种来看这部2024最新泰国恐怖片《醉生咒》完整版，结局惊天大反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埋单。话说隔日，小帅跟母亲大乔讲，他想去那个叫拉姆邦的地方还愿，大乔就需要思考一下。随后他们出院回到家中，小帅就回房间收拾衣物，突然衣柜有动静，他就走过去。哇塞，鬼的样子比较恐怖，而且这种倒背弯腰的姿势常人是做不到。另外鬼还叫着小帅的名字，这就奇怪了。就在这时，大乔冲了进来，那个鬼又消失了。不过经此一闹，反而母子俩在是否去拉姆邦的意见上取得了一致。看样子不去那个地方，把事情搞清楚是不行的。看完这一幕，感觉本片的恐怖氛围搞出点新意。一般来讲，鬼能叫出人的名字，那肯定生前跟事主有血海深仇才这样。估计在之后的情节矛盾冲突上的设定应该比较厉害，肯定值得一看。那么问题来了，小帅为什么会被鬼缠上？他的命运将会如何？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故事一开始，小帅去医院看望父亲阿杰，刚进电梯还没按下楼层键，电梯门自动关闭，这让小帅有些诧异。不过这还不算离谱，接着电梯里的灯一闪一闪的，那就有些瘆人了。电梯在关上门的那一刻，有一只鬼出现在电梯里。等小帅转身走到走廊，没错，坐在轮椅上就是他的父亲，可是转瞬间又消失了。小帅也觉得莫名其妙，自进入到这个医院以来就怪事连连。小帅捡起手机，哇塞，上面有一张鬼跟他自拍的照片，这可把小帅真的吓倒了。同样那张照片在转瞬间又消失了。小帅走到父亲的病床边，突然阿杰把小帅抓到身边，告诉他，然后就断气身亡了。这个就很突然，小帅一时无法接受，护士赶来让他节哀顺变。随后小帅给父亲举行了葬礼，他的母亲大乔早就跟父亲离婚了，所以没有参加阿杰的葬礼，这让小帅有点生气。今晚大乔打算把小帅头上的那个小辫子剪掉，如果阿杰还在世的话，这是万万不可以的。其实他们夫妻最后闹到离婚这个地步，跟两人在教育和管理小帅日常生活上的分歧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个小辫子是阿杰老家的一种风俗习惯，他们的族人在未成年时，男孩都会留这样的小辫子，而且他们还要学跳一种名为诺拉的舞蹈，所以大乔对这个小辫子深恶痛绝。所以阿杰一去世，就想把小辫子剪了。然而在剪断的那一瞬间，大乔仿佛把自己的手指剪破，于是赶紧去洗手间清洗一下。洗着洗着，他突然发现水变成红色，镜子里出现奇怪的影像，只见有两只鬼手给他戴上了诺拉舞的头饰，瞬间这些都消失了。难道又是幻觉吗？还是剪掉小辫子的报应来了？大乔开始琢磨这个事情。小帅回到学校上课，但是那些鬼并没有放过他，在小帅洗手时又从镜子里出现了，吓得小帅连连后退，没想到还把右胳膊骨头撞断。这下好了，小帅必须打上石膏1个月。随后他就埋怨母亲大乔不应该把那个小辫子剪掉，现在报应来了。大乔觉得好笑，这是哪跟哪？他一贯都不相信那些事情。为此小帅还在网上找到了一小视频，他们那些族人剪掉小辫子都要举办仪式的，那可不是用剪刀咔嚓一下就行。大乔也是无语了，回到家中，他想起了父亲所说的鬼气，他不懂是什么意思，于是就上网一查，就是事主向鬼还愿的意思。于是他就把家里的老照片翻出来，里面有很多是父亲阿杰在老家拉姆邦拍摄的。夜深了，小帅就去睡着，可是半夜他被之前那只缠着他的鬼叫醒，面对面做着一些奇怪的动作，然后小帅又睡去。到了第二天早上，小帅被闹铃叫醒，他已经趴在桌子上睡了一晚。到了第二天晚上，小帅就在床上跳起了诺拉舞，这是泰国民俗的舞蹈。而且小帅想起了他的前世，在那个轮回里，小帅是一名虔诚的诺拉舞蹈爱好者，名字叫做小迪。他的父亲是拉姆邦的族长，也是诺拉舞跳得最好的男人。小迪就希望父亲能够尽快教他跳这个舞。与此同时，大乔听见了小帅房里的动静，就跑过来看见了这一幕，他非常的震惊。等他找到钥匙开门进去时，小帅已经晕倒在地。大乔赶紧送小帅到医院检查，结果没有什么大碍，隔日就能出院了。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小帅的胳膊竟然复原，仿佛从未发生过骨折。大乔这下内心也是波涛汹涌，这是一个鬼闪现。
當作柴。大乔顿时傻眼了，原来阿杰和大乔结婚后，阿杰就想要一个儿子，于是就向诺拉武的祖先许诺，如果生下儿子，他们就儿子当作诺拉武的信托来抚养。没想到梦想成真，所以阿杰一直在兑现这个诺言，但是大乔就反对阿杰这么做，所以夫妻间的矛盾就是这么日积月累产生的，最后两人离婚收场。隔日小帅出院回到家中，他跟大乔讲想去那个叫拉姆邦的地方还愿。大乔要思考一下，小帅就回房间收拾衣物，突然衣柜有动静，他就走过去，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随后母子俩在是否去拉姆邦的意见上取得了一致，看样子不去那个地方，把事情搞清楚是不行的。然而一只乌鸦出现在枝头，预示着他们这次之行凶多吉少。车子开了一天，隔日才来到拉姆邦。这是一个古老而宁静的小村子，不过怪事发生，小帅竟然莫名其妙的流鼻血。他们搬进了阿杰的一位亲戚大卡家暂住，大乔就问大卡为何从15年前他和阿杰到过这里以后就怪事不断。大卡就让大乔回忆一下他们俩在15年前干了什么，这引起大乔的回忆。当时阿杰作为族长老卡的孙子，因为自己没有继承诺拉姆，所以他就在神像面前立下一个誓言，如果他有幸生下一个儿子，他保证会让儿子传承诺拉舞蹈，像族人一样留小辫戴头饰，并且让他成为诺拉大师。当时大乔并不信这一套，直到现在也是，大卡当年也在旁边听见，所以他提醒大乔该还愿了，而且还是夜里把大乔和小帅带到这里来的，然后给了一把手电筒，意思是这里经常停电，让他们早点休息。随即大卡退去，晚上小帅又梦见了自己的前世小迪被锁在一间房里，而他的哥哥小智正在继承诺拉舞的传统，他跳得很好，赢得了族长父亲的喜爱，所以小迪开始心生怨恨，他就在床上不停地挣扎着。这时的小帅已经被前世小迪所映射，做着同样的动作。大乔听见动静就想把小帅叫醒，叫了好几秒钟之后，小帅终于醒来，但是也惊动了大卡。大乔就认为他们母子俩应该尽快离开此处，大卡可不这么想。ผมว่าให้ลูกคุณอยู่ที่นี่นะครับเขามีเรื่องที่ต้องจดใจคุณเห็นกับมันกันพูดอะไรบ้าๆฉันไม่เห็นรู้เรื่อง。这时一只乌鸦叫了几声就飞走了。大乔很后悔来到这里，他觉得自己保护儿子难道有错吗？到了第二天早上，大卡特意找大乔讲话，意思是他是否相信转世。转世不只带来新的生命，还必须为过去的业力付出代价，道歉都是无法抹去以前的错误和行为的。大乔听完有些紧张，心潮澎湃，于是他就大声表示他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卡回头告诉他很快就会知道的。小帅又想起了前世，那天小迪故意把哥哥小智推下河水中，他偷偷替代哥哥做诺拉的继承人，可是他跳的诺拉舞蹈很不好，一上场就被众人和父亲认出来，这下可把族长的脸都丢尽了。然后吩咐下人把小迪关起来，可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找到小智。后来他们在河里找到了小智的尸体，族长想不明白，小迪不会游泳，是根本不会到河里去玩耍的。这时就有下人汇报，他曾经看见小迪和小智在河边待过。这下族长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于是吩咐下人把小迪吊起来，然后就拿着教鞭抽打小迪。镜头一切换，小帅走到了族长的遗像前，现在才搞清楚了他们之间的所有关系。族长是小帅的曾祖父，他的前世就是他的叔公小迪，而小迪最后却上吊自杀了。阿杰是族长的孙子，很明显到了小帅这一世是来还债的。第二天，母子俩在村里的祠堂做了还愿的仪式，但是户外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大乔和小帅相继晕倒。这时耳轮中传来电子仪器那种滴滴的声音，镜头一切换，大乔满脸的伤痕躺在病床上，渐渐他想起来了，那晚他们做完还愿仪式之后就连夜返程，但是路上他撞到了一只乌鸦，导致车祸的发生。接着他想起了15年前他和阿杰正在热恋当中，阿杰就在车里吻了他，但是意外发生了，大乔的车子撞翻了骑摩托车的母子俩，其中儿子伤势严重，但是大乔不想承担任何的责任，竟然开车逃离了车祸现场。而那个母亲就在那里发誓，让大乔将来受到上天的惩罚，诅咒大乔活下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就像他一样。这下大乔全部明白了，小帅的去世也是在还愿，而他自己则为15年前的那场车祸付出代价。其实他们母子俩都在为过去的业力付出代价，错误一旦形成，光是一句道歉的话是无法抹去和消除的。大乔来到了小帅的病房，他哭着忏悔着，不过上天有好生之德，
大乔这次是真心悔过，似乎小帅活回来了。影片到此结束，我认为本片拍摄的不错，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编剧把泰国传统的舞蹈诺拉舞编入佛教轮回转世以及因果循环故事当中，没有单纯说教泰国的传统舞蹈，激发人们观看的欲望，从而了解到泰国的传统文化，这个创意还是值得点赞的，这也是本片最大的亮点。限于篇幅的原因，就不一一展开来讲。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